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之前我们讲到了中国再次爆发食品安全大丑闻，那这一次呢，有人就找到了过去在大概11年前习近平发表的一个谈话，就说如果这个长期的食品安全问题解决不了，那说明共产党的执政是不够格的。我们看相关的报道，当时习近平表示说，食品安全社会关注度高说容易酿成群体性事件，毒奶粉、地沟油、假羊肉、隔大米、毒生姜、染色脐橙等事件都引起了群众愤慨。然后他最后说，我们党在中国执政，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还长期做不好的话，有人就会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这是习近平在2013年年底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现在一语成谶。为什么过去这10年食品安全一直都做不好，而且到今天为止还爆发这样的巨大丑闻呢？而且还是在国企身上，那是不是你真的不够格，应该下台呢？当然对习近平来讲他也就是这么说一说说有人会质疑，但是他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把别人质疑的嘴给堵住。别说这次的这种明显有实锤的证据的这种大丑闻了，哪怕是讲到中国经济问题，说给出一些自己的看法，现在都要封杀你。中国的一家官媒发表了文章，说戳穿唱衰中国经济的谬论，清理惩治唱衰者刻不容缓。看这个标题害怕不害怕？你说了什么言论，不管你说的对还是不对，有没有道理，只要他认为你是唱衰者，就要把你清理掉，把你惩治，限制你的言论自由，来维持他这一言堂的统治。所以说对共产党来讲，没有一个合理的公正的辩论的公共空间，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只要觉得你说的话哪怕是再有道理再正确，只要伤害他的利益，他就要动用公权力，就要把你删帖，把你封号，甚至警察找上门来把你抓捕。这就是今天的共产党。所以我为什么在网络上已经不再跟任何人进行直接面对面的辩论，不管是跟那些小粉红还是任何的其他的什么五毛博主因为没有任何意义。你辩论赢了又怎么样？大家都知道的明白的，心里都清楚我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有没有证据，有没有推理和逻辑，对吧？明白的都明白。那些质疑我的人，或者甚至是想要动用权力去把我嘴堵上的那些人，你跟他们讲出再多的道理也没有用，因为他们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他们已经站在那个位置上，他们是依靠政府养活的，所以他们当然不在乎你说的是什么，他只是在乎他要完成他的政治任务。所以说他本身抱的不是一个跟你理性分析、辩论、挖掘事实和真相的这种心态，而是他要想方设法的从言论上面，甚至从肉体上面消灭你。那这种情况下，你跟他辩论根本不是在一个台面上，你要选择一个辩论对象，至少对方也是理性的，也是能够尊重你的尊重不同言论的人。所以我一直在讲，不能够头脑太糊涂。我们支持自由民主的人，我们可以在这一起去辩论，针锋相对的发表不同的意见。但是如果出现一个不尊重自由民主，完全不认同你的这套规矩，那就这样的人就没有资格作为你的辩论对手。我最近也看到了中国的一些所谓的五毛大 V 他们现在一方面呢看到了这种丑闻，他们无地自容，因为他们一直在想方设法的为共产党涂脂抹粉嘛。那么他不好意思遇到这种事情，因为毕竟政府也承认了。但是同时呢，他们也得坚守岗位，就是要替共产党去辩护甚至现在说新京报网易这些媒体去挖掘这件事情的真相，他们背后是不是有外国资本、外国势力甚至连什么昂萨人、犹太人的阴谋都讲出来了像这个司马南最近就是大放厥词嘛。所以你看到之后，你就知道他是自己有自己的目的为了吸引流量，为了赚钱，为了舔政府而完全不顾事实。所以看到这种人的言论，我都不想去反驳他或者是揭露他了，觉得总是有人会听他的因为大家想听他讲的这些内容，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内容。当他们只讲立场而没有理智可言的时候，那就没有必要去搭理了。其实这件事情不是一天两天了，不是现在才有的一直都是潜规则。那有人甚至发现在2018年的时候，中国就有论文发表说，在中国市场进行了采样，51个婴儿奶粉当中17个测出了矿物油质，那很明显就是在制作过程或者运输过程中被污染了。但是对于那些不想相信的人，看到之后
肯定又去各种各样的阴谋论，说写这个论文的人是不是受了美帝的好处啊，等等等等。那这样的话，他们就完全不接受中国有阴暗面，政府有失职的地方，那么这种事情就永远还会不断的重演。那这个国家怎么会好？人们怎么能够生活得更加的安全健康？所以说，这些人真的是在中国属于害群之马。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害群之马、这些小人和妖孽呢？还不是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有这么一个钳制言论自由、搞一言堂的独裁政府，底下自然会出现像司马南、张维为这样的以抬轿子为生的人嘛。那很多的吃瓜群众，那自然也就被带了节奏、带了风向了。但是不管政府怎么想方设法的堵住大家的嘴，但是很多人的切身利益他受到了伤害，他自然领会到了政府宣传跟现实中的差距。最近消息，在广东东莞李嘉诚的一个很大的项目推出30套特价房而且说是5折抛售房产。这个项目叫海逸豪庭，有超过7000亩地的高尔夫，是一个非常大的楼盘，结果现在是大降价。看来李嘉诚到今天为止还在不断的跑路过去有人说不要让李嘉诚逃跑了现在好了他一直在跑从来没有停歇。那除了房子以外，汽车销售也不容乐观。我们之前都看到了，中国炒得最凶的就是这些汽车都不断的降价，互相比拼价格战最后让这些车企叫苦连天。那除了这些新能源车以外，我们看中国的豪车市场也不容乐观。像保时捷他们在今年的上半年在中国的销售暴跌 33%， 从2013年全球第一大单一市场，今年上半年的销售却远远少于北美和欧洲市场，从43000多辆暴跌到2900多辆。这个数字涵盖了保时捷全系所有车型。除了房地产市场大跳水和汽车市场大崩盘以外，还有最新的消息，德国政府正式宣布，已经同意在未来5年之内将中国的科技企业的所有的技术和零部件从德国的 5G 无线网络当中全部移除。在这当中，他们首先将在2026年把华为和中兴的技术从 5G 当中删除。在第二阶段，也就是到2029年，中国制造商的天线、输电线路和塔架部件也完全被排除在德国 5G 通信系统之外。别着急，全球对中国的围堵制裁还在进行当中，而且只会愈演愈烈。那最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公开的暗示，中国有可能将会遭到整个北约的全面制裁，如果中国继续的来扶持俄罗斯去打乌克兰战争。那他讲到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主要的贡献者。那么随着在这个俄乌战场上的僵持不下，那么也消耗了大量的这个北约的这些国家的资源，当然他们也想要结束这场战争，毕竟很多国家内部也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特别是反对党的政治压力。而如何能结束乌克兰战争呢？首先你不可能丧失乌克兰的领土送给俄罗斯，对吧？那肯定是要俄罗斯答应坐下来谈判。那怎么才能让俄罗斯到谈判桌前？那必须要在战场上能够有胜算，能够给俄罗斯制造更大的压力。那么以目前北约对乌克兰的扶持可能还不够，那扶持更多呢？中国也会相应的对俄罗斯的扶持更大，那双方的矛盾就在激化嘛，而且会对这个俄乌战争的付出就更多嘛。所以说他们就想釜底抽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俄罗斯如果单打独斗跟北约根本没有胜算，它一定是背后有像中国、北韩朝鲜的支持才能够坚持到今天。所以说必须要把它后边的这个外援给切断，而且你不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的话，也会造成更多的人道危机，包括最近俄罗斯还轰炸了乌克兰的儿童医院。再这么拖下去的话，那么北约就必须对中国动手了。这次北约峰会呢，其实一共有3个看点，一个就是我上期节目讲到的，大部分国家都同意增加到 2% 的军费开支，占 GDP 的比重那第二呢，就是他们有一个最新的援助乌克兰的计划，其中包括由丹麦和荷兰转交给乌克兰 F-16战斗机。那这是一方面。那另外第3点呢，就是这期节目我讲到的对中国的态度。按照布林肯的原话是说，北约在打破欧洲、亚洲、美国之间的隔阂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美国和欧洲盟友在应对中国问题上的态度趋于一致。
所以说，就欧洲慢慢的也发觉了啊，因为他们在这个俄乌战争中也付出太多了，最后发现到现在为止还在陷入僵局。到底是为什么？他们也在研究。看来美国没有说错，最大敌人还是中国，把中国解决掉了，对中国施以巨大的压力，才能够减少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才能够在俄乌战争当中走向溃败啊。比如说，布林肯就谈到了俄罗斯现在进口的70%的机床都来自中国，90%的微电子产品来自中国，这已经足够使得俄罗斯维持对乌克兰的入侵。他说，继续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提供资金、技术，继续允许这个冷战结束以来对欧洲最大的安全威胁扩大，这是欧洲所不能够接受的啊！这意味着随之而来的行动包括必要的制裁，这其中包括不允许中国在寻求改善任何关系方面取得进展。这句话说的蛮有意思的，就是中国想方设法的，因为它的这个经济压力，所以想跟其他国家能够恢复关系。比如说这个李强最近访问这个印太几个国家，布林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联合起来，不跟你中国谈，你中国要跟我们友好，不好意思，在支持俄罗斯的问题上，你必须要让步，否则的话，你不要向我们示好。所以说，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只要他还在坚定的站在俄罗斯这边，扶持俄罗斯的入侵行为，那么基本上中国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善和提升。所以说，中国的内忧外患只会继续的恶化，现在已经面临着政治安全和经济的繁荣之间的一个越来越大的鸿沟，同时也是到底是维护共产党的利益，还是去这个满足全国人民寻求更好生活的这种利益和愿望啊？这现在已经开始发生冲突了。那么对于执政者来讲，他当然是选择前者，宁愿牺牲到普通的百姓的生活和福祉，他也要维持党的绝对统治。那这样的话，内忧和外患都会同时爆发。而正是他看到了这种潜在的威胁，所以他才会加紧的在中国宣传仇恨西方、仇恨外部世界的民族主义，以及对互联网及各个行业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和限制。那这时候我就要想到了之前有一期节目，我讲到认知决定命运。大家看了我这么多期节目，我觉得那个节目是可以把大家的这个思想能够再提升一个台阶啊，能够升华一下。所以推荐大家看那个节目，这个节目的这个连接我也放在这个右上角上面。那这个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不是知识，不是财富，而是认知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啊，或者说对一个人命运影响最大。因为你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视野和格局才去做出人生的选择。最近我看到一个影片，其实就是很典型的，就像那个寻了短见的投行女生一样，她们也是买了房子，发现自己最后失业了，断供了，或者是房价下跌等各种原因，导致叫苦连天。我们每个月要花5000块钱的房贷，像我们这种工薪阶层的话，一个月只能赚4000多块钱，然后还有小孩。我今年35岁，背负350万的房贷。2019年一时冲动，贷款买了一套房子，像每个月供大概要18000，关键这其中16000都是利息啊！到目前我已经花了3年多了，真的还不动了。这样房贷啊，还完我差不多也要65岁了，房子已经拿到1年了，可是现在我连装修的钱我都没有，住都住不进去。2017年买房的这些人，你们现在在哪里？你们还过得好吗？7年还了100多万，现在依然欠款170万，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好想把它给出掉。我在苏州郊区一个小县城叫太仓，我的房价呢260万的房价，我给了3成的首付，也就是80多万的首付，然后我剩下的180万要找银行借，借了银行的分30年还清。你们猜利息多少啊？200多万。我的房子断供了，现在也被查封了。19年在东莞花了200多万买了一套3房110平的，首付花了60万，贷款140多，每个月月供8000多。可笑的是，我以前的贷款利率是5.8%，去年4月份我没有了收入，导致我被迫断供了。那个时候我发现竟然还有130多万没有还，3年多了。我还了30多万，居然有20多万是利息。我断供半年后，我就被银行起诉了，法院的判决书也下来了，不止查封了我的房子，还冻结了我的银行卡，连微信钱包都没有放过。前几天法院通知我说马上要被拍卖了，如果被人直接拍走，我哭都没地方哭，我房子没了，首付没了，还倒欠银行几万块，而且之前还的30万还有首付，我的损失高达了80-90万。有房贷的人到底过的是什么？能省的就都省了，
不要跟我说什么辞职了。去年疫情的时候我都害怕了，2个多月没上班，没有收入还房贷，到处借钱，更不要说出去玩了。去年的时候突然想结婚买房子，都找了父母跟亲戚借了100万，在渝北鲁能泰山7买了套280万的房子，首付了100万，装修花了30万，月供12700，要还20年。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经济不景气，公司直接倒闭了，所以买房子没得好久我都失业了，全部靠老公的工资养到起我们2个还有还房贷。但是光老公15000的工资，每天都只有和媳妇儿，不敢买衣服，不敢买水果，不敢买零食，甚至不敢去外头吃饭，外卖都舍不得点。现在我老公的公司也在大面积的裁员，还不行他也失业了，全家都没得收入来源，只能选择卖房子。但是现在那个行情，房子根本都卖不出去，最终以230万的价格卖出去的。现在不但房子没得了，首付款也没得了，装修款也搭进去了，还倒欠了银行一大笔钱。现在我们夫妻为房子投资了一切。法院把剩下的700块钱转给我的时候呢，我整个人都是懵的。你没有听错啊，就几百块钱。现在呢，我赔的是彻彻底底。2021年的时候呢，我在下园旁边花了125万买了一套房子，当时首付是付了38万，按揭了87万，每个月的月供是5000块钱。2年多的时间，我还了将近银行有18万左右，其中10万多都是利息，本金还不到2万。我断供了半年之后呢，我被银行起诉了，终于在昨天啊，我的房子被成功拍卖了，起拍价拍掉的，最终算下来，扣除银行的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等等，也就剩下了700块钱。这一栋一栋的钢筋混凝土建的是房子吗？它不是房子，它是老百姓的牢笼，它是开发商的金矿，它是银行用来圈房奴的摇钱树，它是用来捆绑婚姻和教育的工具，它是年轻人背着30年房贷的罪魁祸首，它是压垮并夺走现代年轻人青春和梦想的债主。在中国经济下坡的时候，在全面走向崩溃的时候，还要去贷款，还要去欠债，还要去买房，这难道不是对认知决定命运最好的说明吗？好，这期节目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